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华史略，这是一个致力于客观、全面、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人物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坚持独立思考，勇于探究历史人物的优点和缺点。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被扭曲或被简单的肯定或否定，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缺陷。因此，我们采用多样的视角，全面、丰富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，尊重历史真相，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，为您呈现一段全新的历史旅程。下面我们进入正题。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李世民，算是历朝历代帝王中的楷模。他虚心纳谏，重用人才，励精图治，整个国家在他的带领下有了飞速的发展。然而，李世民并非一生清明，他的晚年可以称得上是荒淫无度，做过不少的荒唐之事，有些事情做得甚至连自己都觉得非常过分，与后人口中的明君相去甚远。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李世民。李世民曾自述：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我常保此三镜，以防己过。今魏征卒世，遂亡一镜矣。唐太宗李世民最为人称道的一点，就是肯虚心纳谏。这一点别说放在古代这个皇权社会了，即便是放在现代，也依然是个难得的品质。早年间，李世民的确做到了这一点，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看着天下一片繁荣太平的场面，心中沾沾自喜，渐渐变得没有以前那么虚心了。李世民身边敢于直言不讳的大臣有很多，魏征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。魏征在朝廷多年，帮皇上处理的大小事务不下200件，给皇上写的意见书不下10万字。虽然李世民与魏征之间一直很有君臣之礼，但是魏征在朝中还是能很明显地感受到，皇帝和从前相比已经是大有不同。贞观12年，魏征直言不讳地跟皇帝说：“12年来，不悦人见，虽民免听受，而意中不平，量有难色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李世民，最近的1-2年来，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喜欢听真话了。有些时候，你虽然勉强能听进去大臣们的劝谏，但你实际上并不想照做。如此看来，李世民此时已经和历史上的普通君王一样，满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脾气。李世民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而这话的最后一句就是送给魏征的。他认为魏征是自己最好的一面镜子，因此忠臣明君的美谈流传千古。然而这段故事的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，世人知之甚少。尽管魏征在世的时候受到了无上的荣耀，李世民也对他非常宽容，甚至还在魏征死后为其封光大葬。但晚年的李世民居然把魏征的坟给刨了，君臣和睦了一辈子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不知魏征哪里得罪了李世民，导致李世民不惜背上千古骂名，也要刨了魏征的坟。李世民晚年越来越顽固和独断，一些元老大臣也常因一点小事就被贬官流放，以至于围绕在他身边敢犯言强谏的人越来越少，阿谀奉承的人越来越多。李世民早年曾嘲笑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，认为人的寿命长短要顺其自然。可是等到自己晚年的时候，他也对长生不老之术产生了浓厚兴趣，身边经常围绕着一批炼丹方士。贞观23年，公元649年，李世民因服胡僧长生药，遂至暴疾不救，终年52岁。古代最劳民伤财的，无非就是2件事：一是连年征战，二是大兴土木。在李世民那个时代，社会一片祥和，战火基本平息，百姓们本来有机会过上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。但是晚年的李世民可不愿百姓们一直安稳下去，于是他接连在洛阳、长安等地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宫殿。他还为自己的奢靡找到了一种辩解：若不为此，不变我身，百姓无事则交易，劳役则易食。意思是说，百姓们要没事做就太安逸了，还不如给我当牛做马呢。听到这样的强盗逻辑，文武百官们只得面面相觑，但谁也不敢劝阻皇上。
贞观16年，李世民发布了一道圣旨，规定任何部门不得限制供应皇家所享用的物品。此令一出，整个皇宫奢华至极，暴殄天物的浪费现象愈发严重。这些事情别说旁人了，连李世民自己都觉得过分。公元648年，李世民给太子李治写了12篇地范，其中就写了自己在位时所犯下的奢靡之罪。吾居位以来，不善多矣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，宫室台榭屡有新作，犬马鹰隼无远不至，行游四方，共顿烦劳。此皆吾之身过也，误以为是而法之。除了享受奢侈生活外，李世民执政后期还对开疆拓土愈发产生兴趣。当年隋炀帝在高句丽灾难性的失败，反倒成了李世民非常感兴趣的挑战。公元641年，李世民将远征高句丽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。此举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朝廷大臣的反对，其中就包括李世民最信任的心腹长孙无忌。然而，李世民不顾大家的反对，坚决要对高句丽展开军事行动。公元645年春，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，东北地区战火重燃。唐朝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并不像李世民预期的那样攻无不克，反倒是在高句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，唐军陷入苦战。最后，经过近20年的征讨，唐朝方面在付出很大代价后，终于在唐高宗李治执政期间，才成功攻灭高句丽，实现了李世民生前的遗愿。还有，不知道李世民是不是前半生操劳国事太过于辛苦，所以才想利用人生的最后时期好好的玩乐一番。晚年的李世民对于美色几乎已经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，尤其是在长孙皇后去世后，李世民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好色的本性。后来的武则天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招进宫的。最过分的是，李世民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连自己的弟妹都不放过。弟弟李元吉去世后，他的妻子杨氏马上就被李世民拿下了。李世民竟把自己的弟妹变成了自己的枕边人，此等乱伦之事，怎是一位帝王该做的呢？要说李世民做过的最为肆无忌惮的事，就是以皇权干涉史官。如今的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中华长达1000年的历史，是因为我国古代一直有修史的制度，每个朝代都会有史官一职，负责记录国家的大小事宜。在历朝历代中，唐朝算是修史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，史官接连修筑了南史、北史、隋书等史书。为了保持历史的客观公正，历代皇帝一般不会轻易干涉史官，毕竟以皇权干涉史官的理由，只能说明皇帝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才要求史官在史书里修改记录。可哪个在位号称95至尊的皇帝能承认自己做错了呢？可李世民偏偏就要打破这一常规，他不但直接向史官询问书中细节，而且还用皇权压迫他们，嘴上说着是要他们秉笔直书，实际上是要他们多给自己写一些好话，甚至是篡改历史。此等做法历史先有，可以说李世民给后来的皇帝开了个恶劣的先例。从即位时，一直担心日后史家如何评论玄武门之变，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起居注和实录，打破之前历代皇帝不可干涉的先例。据后人考证，认为李世民曾修改过这2部书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李世民晚年虽然有错，但是瑕不掩瑜。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看，他依然堪称是千古罕有的明君。只能说，帝王也是拥有7情6欲的血肉之躯，人生拥有缺憾也是情理之中。李世民的一生无疑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过程，不过幸运的是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唐朝内部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灾难，因此帝国的总体繁荣程度虽然不比之前，但还是得到了惯性延续。李世民千古明君的形象也因此得到了保全。最后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本频道，并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